今天教您保存红薯的妙招，特别是住楼房的朋友，没有地窖可太需要了。学会今天的储存方法，保存半年都不发芽不硬心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，赶紧跟着视频一起看看吧。说到红薯，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吃，但是很多朋友买的红薯回家放不了几天，就很容易干瘪、腐烂、发芽。所以今天特地整理了一期保存红薯的小妙招，放半年都不会坏，非常的实用。我们买回来的红薯呢，千万不要直接保存，如果直接保存的话，会加速这个红薯的变坏的速度。因为这时的红薯呢有很大的潮气，这样就会导致红薯发霉变质。我们应该将这个红薯放在阳台或者是通风的地方给它晾一晾，晾个2到3天，将红薯里外的一个水分呢给它晾干一些，这样不仅降低了红薯的水分，而且它里面的糖分呢也会更高。我们红薯保存时呢也会容易许多，红薯就会越放越甜哦。想要长期保存的话，晾干是必须的步骤。那保存红薯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，下面呢就一起来看看妙招1。把要保存的红薯挑选出坏的，整理好准备好，然后我们准备一卷纸巾，用卫生纸把红薯一个个包裹起来。我们保存红薯的话，需要保存形状和外表比较完好的红薯，这样不破皮的话，才不会导致红薯被放坏，从而影响到其他红薯的储存。否则就是一颗老鼠屎毁了一锅汤，一个坏导致个个坏了。一个个包裹好后，我们准备一个深色的塑料袋，把包裹好的红薯一个个放进来。像这样储存的话，放上1-2个月呢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买回来直接放在塑料袋里面闷着，或者是敞开放，那不是腐烂就是发芽干瘪。因为将其闷在塑料袋里面，红薯本身就会慢慢的吸出水分来，从而变稀变坏。而放在空气中，它吸收到水分，接收到阳光也会慢慢的发芽。所以用纸巾将红薯包裹起来，这样即便是红薯有水分析出，也会被纸巾给吸收了，然后保持红薯的干燥。而深色的塑料袋呢，给红薯一个避光的环境，这样红薯隔绝水汽与光的作用，就不会发芽啦。然后我们将开口密封起来，将其放在一个阴凉干燥的地方储存就好了。因为红薯本身呢就是长在土里的，这样接受了地气，红薯就不容易变坏或者是干瘪了。妙招2，准备保鲜膜，平整的摆在桌面上，然后我们把红薯包裹起来。红薯的保存方法不当的话，容易发芽甚至是变质。保存的温度过高时，红薯会迅速发芽。红薯发芽了，不管能不能吃，里面的营养呢都会有一定的流失，慢慢的就会变成硬心。而放在潮湿的环境中，红薯又会腐烂，所以大家呢可以取中间，用保鲜膜包裹住红薯，隔绝空气湿气，再将其放在冰箱保鲜层内恒温，这样放几个月红薯都会很新鲜。保鲜膜可以锁住红薯原有水分，让红薯一直处于新鲜的状态下，我们随时吃随时拿就可以，非常的方便。当然这个方法储存空间有限，所以就比较适合少量的红薯储存。如果您家的红薯比较多的话，那么我们来看看妙招3。准备一个大纸箱，纸箱没有什么要求，平时的快递箱子、牛奶箱子都可以，根据自己需要保存的红薯量，装得下这些红薯就可以。我们往里边呢放上1-2层不要的旧衣服，平整的叠在底部。舍不得放衣服也可以放报纸呀，或者是厨房纸都行，这就有了防潮还有防寒的作用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要保存的红薯一个个放进来。需要进行保存的红薯呢，就不要用清水进行清洗这个步骤了，因为这层泥土可以很好的为红薯起到保护的作用。红薯放纸箱时不要叠放，一个个整齐的排列，否则一层层的叠压会把红薯表皮磨破了，这样就不耐储存了。然后我们往里边呢撒上一点小苏打，不需要太多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。撒上一点小苏打，它可以抑制红薯发芽，
同时小苏打还可以吸附红薯里面的潮气，让红薯处于干燥的环境下。跟着我们往上边呢，再盖上一层毛巾。这时红薯还多的话，我们再平铺一层在这里，然后呢再盖一层毛巾，就这样反复操作就行。然后我们把纸箱密封保存就可以，因为我们的纸箱有避光性，可以防止我们的红薯发芽。同时衣服有很好的吸潮性，可以锁住红薯的水分，直接把它放到阴凉干燥的地方，这样红薯就不会发芽，不会干瘪了。因为我们纸箱和衣服有一个很好的吸湿的效果，这样可以保持红薯里面的干燥，这样它就不容易受潮，也就不容易发霉了，至少放半年都不会坏。下次吃的时候呢，口感依旧新鲜。红薯是非常不耐寒的作物，即温度太低，所以在这寒冬里，我们就要想办法保证它的温度，否则呢就会变得有硬性，而且后期吃起来有可能就发苦，一点都不好吃，甜滋滋的滋味都没有了。所以不要小看以上的每一个步骤，都是很有必要的。自从用了以上别人教我的方法，红薯真的再也不用担心发芽变质了。爱吃红薯的你们，平时都是怎么保存红薯的呢？如果不会，那就赶紧学习收藏起来。如果有更好的方法，欢迎评论区分享，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人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